如果你总觉得很累，很容易疲惫，干什么事体力很容易被消耗，能量低，想法多，内核不够稳定，容易感到疲惫和内耗。简单来说，就像是续航能力差的手机，别人每天100%的电量在生活着，而你则可能仅有50%的电量，那么你就是个身弱之人，因此会经常感到力不从心，能量不足，拖延症晚期，内耗焦虑，有很多想法但又无法执行等行动力差的问题。身弱之人的本质是你的5行能量里缺一个老大，5股力量都差不多，谁都不服谁，那么5个在一起就会打架，会内耗，甚至会影响你的性格。身弱之人大多精力差，心思细腻敏感，精神内耗，做一点事就会觉得很累，求财不担财，拼事业健康又容易受损。身弱之人想要破局，一定要多补印，有印就有逢凶化吉的能力。那么我们要如何正确补印呢？印又是什么呢？生我者为印，印代表妈妈和我在一起的感觉，是安全感、平静感，是被人照顾和认可的感觉。真正的补印就是寻求内心的稳定，反复追问自己究竟什么才能让自己安心。做某件事让我拟成就感和满足感，这就是印的感觉。相反，做不喜欢的事时，比如做家务、洗碗之类，做这些的过程让你感到很枯燥、很疲惫，那这些事对你来说就无法补印。所以多做让自己的舒心、快乐的事，是补印的一种方法。接下来分享几个补印的方法给大家。1. 多经典书籍。身弱补印宜读书，书为印，大量读书补印最快。知识、文化、认知都需要通过阅读大量的经典书籍来提升。这些典籍可以帮助我们提炼和总结事物的本质，这是真正的财富。同时也可以通过学习一门技能来补印，让它们占据你的时间和精力，也方便在将来起事的时候才有能力去承接自己该有的运势。2. 降低自己的欲望。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烦恼大多来源于自身能量和欲望的不匹配，能量低，欲望高，自我消耗就大。这种感觉就好像你本来只能吃下1碗饭，但偏偏要吃3碗一样。有时候吃得多不见得就是好事，反而会撑到肚子，浑身难受。所以不管生活还是工作，我们一定要匹配与自身能量相符的目标，很重要，减少没必要的精神损耗。3. 身弱之人不要过度求财。身弱不担财的说法，相信大家不陌生，在古人的眼里认为才是需要辛苦付出得来的东西。用5行的说法就叫克，相生相克，财是你要去克才能得到的东西。换句话说，
如果你本身就身弱，就克不动财，你在身体不舒服、精神不好的时候，根本没有挣钱的动力，更不可能有什么挣钱的机会。所以，过度追求财富反而容易带来祸患。身弱不担财的人，财富也总来去，匆匆留不住，甚至身体会出现一些小意外。那又该如何突破这种限制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定期存款，平时发的工资或者收到的钱，留一点日常用的就行，其他的都存起来。可以用一张卡专门用于存钱，平时都不去动它，那钱自然也会越存越多了。4. 少管闲事，不要介入他人因果。别人的因果和你没关系，但是你一旦介入，就会变成你的因果。比如有时候身边朋友吵架，你想去当判官，你觉得这样不对，那样太过分了，你要不要跟对方说一下，我觉得不好等等。转念一想，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会把其中一个人得罪，另外一个人也未必感激你，干脆就不要说他们，自己处理他们自己的事。成年人应该有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也要有少管闲事、少添乱的意识。5. 多晒太阳。晒太阳是一种简单而有效补阴的方法。通过暴露在阳光下，我们可以获得自然的光线、新鲜空气和积极的体验，这些都有助于提升心情，减轻焦虑感，并改善整体的心理健康。所以，当你感到焦虑、低能量，就多去晒晒太阳吧。补阴的方法还有很多，提升自己，善待父母，多和正能量的人交往，多跟比自己厉害的人交流，远离令你疲惫的社交关系，保持内心平静，吃好睡好，让身体充满活力。真正的补阴就是多问问自己，到底什么样的生活让你感到舒适，让你没有那么痛苦？怎样才能拥有简单安稳的幸福？当有一天你能真的回答这个问题了，内心变得从容安定了，就是补阴成功了。身弱之人很容易在不经意间说一些不吉利的语言，一语成谶的道理，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简单来说，就是你不经意间说出来的话，最终成为现实。所以，身弱之人，尽量不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比如累死了、烦死了、气死了，这是非常的不好的。死这个字尽量少说。还有一些很丧气、很低能量的话也不要说，比如我今天上班又迟到了，倒霉死了，工作好多，我要崩溃了，我是个废物，我怎么这么穷，我怎么总是不开心等等。又丧气又低能量的话术，生活中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从自己嘴里说出来，这对于能量不足的人来说是很忌讳的。因为很多话你要是重复说，一直说，它就会变成真的话，会应验的。那种不好的话说多了，
你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说的越多，自己的心理和生理环境都会受挫。大家一定要学会终止这个恶性循环。从今天开始，少说不吉利的话，多说正能量的话。你的嘴巴便是你的风水，你常说的话就是你的命。多告诉自己要开心，要好好工作，努力搞钱，好好生活，这样你的身体会越来越棒，运势也会慢慢变好，财运也会越来越富有。大家要是不信的话，从明天早上起床开始，对着镜子念10遍：我就是命好，我想什么来什么，我做什么成什么，谁跟我在一起谁就过得好，我就是旺人旺财旺家宅，我这辈子没有吃苦的命，我从不精神内耗，烦恼都离我远远的，我漂亮3观正教养好，我就是天选的好运之女。坚持把这句话每天念10遍，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来感谢我的。事实上，身弱之人真的不是命运的弱者，相反，是天选的好命体质。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身弱的人常常表现为精力不够，力不从心，每天感觉像是被无形的力量束缚，难以挣脱，敏感多虑，内心世界丰富又复杂，脑子里经常飘过各种思绪，上班时注意力不容易集中，下班后疲惫感如同半条命被抽走，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只想静静地躺着。这样集中表现之下，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个废柴，但换个角度想，身弱之人其实有很多自己独特的想法，更能敏感地捕捉到自己、他人的情绪，对很多道理、事物的共情能力和感悟力也比一般人要强得多。所以，身弱之人一旦开窍，遇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很容易沉浸在其中，也更容易成事。分享3个身弱之人取长补短，短时间内快速成长的方法，很多身弱之人亲测有效。1. 放大你的情感优势。前面说过，身弱之人对很多事物的共情力很强，擅长灵感、直觉、情感、情绪体验，洞察并理解他人的需求和感受，这是身弱之人的天赋所在。当你真的能把这种天赋优势用在人际交往或工作当中，就会表现为出色的倾听者和沟通者。身弱的人可以充分发挥这一个优势，从事情感咨询、户外陪伴、疗愈、护理、绘画、文字创作和自媒体博主等职业。这些工作能充分发挥我们的情感天赋，帮我们找到自我价值和成就感。如果你觉得目前的工作和生活让你感到痛苦疲惫，那我真的建议好好静下来心来想想，自己真正热爱什么，能不能将这种热爱放大变成自己的优势，让自己过得更好。2. 要避免透支自己的身体。
身弱之人需要格外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避免过度消耗精力，学会适度摆烂，适当放松自己。当然了，我说这个不是让大家不要卷了，都一起躺平，只是想说，如果你是个身弱之人，一定要学会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该休息休息，千万不要跟身强的人一样，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战斗状态中。因为身弱的人脑子里本身就有很多思绪，对你的身体来说已经是一种负担了。如果再去消耗身体的气血，比如熬夜，长时间的工作就容易让身体崩溃。适当在一些事情上摆烂，比如不喜欢的人，能不联系就不联系，或者不要过多在意一些小事，尽量切断那些破烂事对你的影响，去喝茶、喝咖啡，做让自己开心的事。3，要懂得享受自己的福气。身弱之人真的是天选的好命体质，有福之人。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身弱之人是不是都很少有为钱发愁的？这里不是说他们多富有，而是没什么负债，有点小钱，生活比较充实，做什么事也更容易有好运。当身弱之人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热爱的事物当中，财富和爱意都会源源不断地向你涌来，而你要学会的就是把握这些机会，珍惜福气，让自己活得更好。当然了，看到这里可能觉得有点悬，但其实是内在力量的显化。试想一下，即便你是个身弱之人，但在生活或者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挑战时，你是不是会比身边的人更勇敢地面对？是不是会一直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你的内在力量显化。这种内驱力会让你在生活中不断前行，成为更好的人。身弱之人并不是什么一无是处的废柴，而是天选的好命之人。学会珍惜自己的福气，多关注内心的感受和需求。当你感到快乐、充实和满足时，好运和幸福就会自然而然地降临在你的身上了。身弱之人大多表现为精力差、敏感、自信不足，人容易犯懒，气场弱，在工作和生活中容易招小人。因此，身弱、能量场弱的人需要精心呵护与滋养。如果你自己常常感觉到在一个环境下很内耗、疲惫、不舒服，给大家分享3个方法，希望对你有用。1、学会识别身边负能量的人和环境。有些负能量的人和环境很容易识别，有些就比较隐形。毕竟给你穿小鞋的上司和同事，你一眼就能辨别出来。可如果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男女朋友、丈夫、妻子、好朋友，那多少就有点难以辨别了。人性很复杂，身边亲近的人本身也没有恶意，只是把自身的期待放在了你的身上，所以会总挑剔你，指责你。希望通过这些方式
改变你，让你变得更好，而有些人则是嘴上说着爱你，实则是通过贬低、指责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性，一边享受着你的付出，一边又在通过打压你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些人往往是你身边亲近的人，有了亲情、友情、爱情的面纱做遮掩，就会让你产生自我怀疑，觉得错不在别人，而是自己不够好。就是识别负能量的关键在于，你是否觉得很累，总想远离这个人了。如果你得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答案，那么请你相信自己的直觉。人生是很贵的，高能量也很难得，一定要擦亮眼睛，远离吸血鬼。二，建立抵抗负能量的屏障。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个人朝你扔了一块烂泥巴，你会怎么做？我想大部分人当下的反应都是反击，抓起地上一块泥巴扔回去。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烂人、烂能量的时候，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与其纠缠，可纠缠就要消耗自己。对身弱的人来说，纠缠过程中损耗最大的还是你自己。如果深陷其中，与负能量的人争吵、纠缠，或者因为负能量的事不开心，身体会变得更差，自身的福报也会受损。麻烦事、倒霉事都会随之而来。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与恶龙缠斗久了，自己也容易变成恶龙。所有的恶意，建议大家不进耳，不入心，让其随风而逝。三，适当摆烂，放空自己。如果你因为负能量的人和事感到不开心，很疲惫，就给自己放个假，适当摆烂，毫无负担的休息。自身能量本来就比较低，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过度用力，会很消耗自己。别想太多，更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外界，凡事量力而行，不主动揽活，少操心，养好自己的心神和能量。关掉手机，没有要随时回复的信息，也没有什么非要你处理的工作。停下高速旋转的大脑，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间，做自己想干的事，看一部不用动脑的电影、电视剧，或者读一本闲置很久的书。不是每一件事都必须要有意义，做点无意义的事也很美好。在放空的状态里，把自己的变得轻盈，恢复能量。累了就休息一会，充满电的人才有精力更好的工作生活。身弱之人，恭喜你，看到这里说明你要转运了。其实身弱之人转运也是有妙招的，多做下面几件事，你也能狠狠旺自己。一，好好打扮自己。不管你信不信，我们的运气跟打扮的关系很大。有句话叫先敬罗衣后敬人。你在任何的社交场合中，别人看见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的穿着打扮。言语压君子，衣冠震小人。当你好好打扮了之后，
会发现很多人突然对你很友好，运气也会越来越好。原因就是我在上面说的，人都是非常势利的，你的每一次抛头露面都会被人审视，他们会从你的穿衣打扮来判断你的价值。好好打扮自己，你会得到很多好处，在职场生活中也会如鱼得水。所以不管你是在低谷还是高峰，都一定不要放弃打扮自己。二，多跟正能量的人交往。有句话说，一根稻草扔在街上是垃圾，跟白菜捆在一起，那它就值白菜的价格；如果把它跟大闸蟹绑在一起，那它就是大闸蟹的价格。物品的价值都会受到其所处环境的影响，更何况是人呢？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们就像是我们人生中的一面镜子，反射过来的光就能映射出我们的模样，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见识、层次，更影响着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多跟正能量的人交往，远离负能量的磁场，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你会发现生活是美好的，处处充满惊喜。三，定期断舍离。论语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伏尔泰说，拥有的过多是对自由的奴役，拥有够多才是对智慧的追求。家里很久不用的东西，不会再穿的衣服，给他们重新找个好处去。保持一定频次的断舍离，非常有助于我们生活环境的整洁。居住环境干净整洁，有秩序了，内心也会更顺畅。扔掉那些不必要的负担和累赘，才能把有价值的事物请进生活里。四，屏蔽身边的噪音。在这个信息发展的时代，每天都能接触到很多的垃圾信息，各种 App、短视频、社群等等，大量的信息会涌进你的生活。这个时候就要学会屏蔽，不需要的 App 就卸载，退出无用群聊，删除低质量好友。不要过多摄入垃圾信息，懂得屏蔽外界的声音，保护注意力，就是在保护自己的能量。五，不介入他人因果。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不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别人身上，特别是那种没说几句话就开始抱怨的人，不值得深交。更不要随意给别人提建议，介入他人的因果，自己也没啥好报。六，让自己快乐起来。人只有自己快乐了，运气才会变好。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好好爱自己，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比什么都重要。七，善待父母。弘一法师说，你若到了中年，父母还健在，这便是你的福报。表面上看是我们在孝顺父母，其实是父母在给我们机会，修养我们的德行，增加我们的福报。
但总有一些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朝父母发脾气，一些伤人的话脱口而出，丝毫不顾及父母的感受。他们是这个世上最爱我们的人，但偏爱不是伤害的借口，更不应该成为失控的理由。善待父母，好好说话，多点耐心，多些陪伴。8. 学会换位思考。福虽未至，祸已远离；祸虽未至，福已远离。转念是一种自我开导的方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生活中的不如意，换个角度去看问题，也许就没有那么难了。人的磁场是特别奇妙的，你只要相信自己值得世间一切美好，值得被好运眷顾，吸引力法则自会帮你达成心愿。毕竟你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医有句话说，人是一个生命，始终在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三者相比较下，能量交换最为主要。能量是有流动性的，身弱的人要多接触身强的人，多接触有高能量的事物，以此来获得能量的传导。能量低的人往往习惯以虚的心态和回避问题的方式来跟这个世界连接，时间久了，你的世界里也会以虚、能量低、运势不足的方式来回应你。因此，身弱、能量低的人大多都是身体虚弱，容易内耗，时常觉得焦虑、恐慌，浑浑噩噩的。如果你是一个能量低，经常感觉自己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的人，跟你们说一个补充能量的顶级方法，就是去借天地的力量。黄帝内经里面讲，天地自然间的能量才是大补。接下来我分享的这3个方法，真的能从头到尾给你来一个十全大补。身弱的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吧。1. 地补宝树。大树是天线，是连接宇宙和大地，在大地上形成高能量的正循环磁场。宝树疗法我之前的影片里提过很多次，真的对提升能量有非常好的效果。每个月去抱2-3次树，给自己的身体充充电。抱树具体要怎么抱？很简单，你只要找一个安静的公园、森林或者有大树的地方，找到一棵你看顺眼的大树，让自己身体放松下来，再把你的双手去感受树皮纹理，用心感受你与树之间的能量回流，接着张开手臂把它抱住，用额头轻轻触碰树干，呼气吸气，静静地感受树的气息和能量，在心里默念自己近期烦恼、焦虑的事，卸下心防，用心感受，你就能收获到大树给你的神秘能量。对我们现在的大多数人来说，每天的压力和负能量都太多了，久居城市的那种焦虑感是很难被消除的。多去接触大自然，能在自然界中收获一份久违的精神自由。2. 天补早晒太阳，晚晒月。
如果你感到自己的阳气不足，总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的，可以早起去散个步，晒晒背。当然了，我们很多人都只知道晒太阳，但其实晒月亮也可以让人恢复能量，特别是对阴虚内热的人来说，晒太阳往往容易热出汗，更适合多晒月亮来滋阴。《黄帝内经》里说，月扩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亮到中秋就会变成满月，这时候的月光最具天地精华，阴中有阳，滋阴的效果是最好的。沐浴在月光下，晒月光，散步、冥想，吸收月光精华，给身体补充能量。提醒一点，背为阳，腹为阴，也就是说，晒日光的时候背面向太阳，晒月光的时候要正对着，这样效果会更好。3. 人补，多跟高能量的人交往。在生活当中，我们绝大多数人觉得累，更多时候是你接触到的人让你感到心累，如爱抱怨生活的朋友，喜欢压榨员工的上司，爱传播八卦的同事，难缠的客户等等，都是我们对人际关系感到疲惫的缘故。所以人补就是要多跟高能量的人交往，多和让你自己觉得心情愉悦的人在一起，多跟同频的人做朋友，学会在人际关系中做减法，那些可以舍弃掉的人，能不联系就不要联系了。我们人生并不需要那么多朋友，知己3、5个足矣。远离不良的人际关系，提高交友质量，生活会更加愉悦，自身的能量自然也会变强了。古人讲究天人合一，多亲近自然，自然也会反哺你。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天地间的能量才是最奢华的滋养。身弱之人都是好命好运的人，要懂得保护自己的能量。无论是找伴侣还是交朋友，要找你喜欢的，跟你同频的。做事情的话，找望自己的人合作，多出去走走，晒晒太阳，沐浴月光，穿自己的喜欢的衣服，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去喜欢的城市发展，一切顺心之后，能量自然就强了。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身弱逢印，愿你借势而行，转弱为强，成就自身福气与好运。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